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碧血蝉炸场，当克苏鲁恐怖入侵武侠江湖，侯明昊的疯批到长度节成功了吗？当克苏鲁这个源自西方恐怖文学的概念遇上东方武侠世界的江湖恩怨，会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爱奇艺 S+ 级项目《碧血蝉》给出了一个令人惊艳的答案。这部定档2026年第4季度的40集古装武侠悬疑剧，正试图将西方克苏鲁神话的宇宙恐怖内核嫁接到东方志怪美学与江湖哲学的土壤中，开创一个前所未有的中式克苏鲁武侠新流派。从概念喧嚣到影视试炼碧血蝉的高期待值背后，是一个流行标签向扎实类型转化的关键节点。这部剧集能否真正实现两种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美学体系的深度融合，还是仅仅停留在市场预热的概念泡沫？通过对该剧核心元素、叙事融合及市场环境的拆解，我们或许能找到答案。解构中式克苏鲁碧血蝉如何具象化不可名状的恐惧。克苏鲁神话的核心在于宇宙主义恐怖人类在浩瀚未知面前的渺小与疯狂。霍华德·菲利普斯·洛夫克拉夫特所构建的这一哲学内核，强调人类最古老、最强烈的情感是恐惧，最古老、最强烈的恐惧源自未知事物。这种恐惧不是源于具体的怪物，而是源于对宇宙本质的不可理解与认知边界的崩溃。碧血蝉的中式改造，关键在于将这种恐惧根植于东方文化土壤。剧集围绕长生秘闻展开，这一设定完美复刻了克苏鲁神话中禁忌知识引发疯狂的经典母题。剧中通过8大奇案逐步揭露的真相，并非简单的江湖阴谋，而是涉及上古秘术与宇宙力量的纠缠。碧血蝉作为剧情关键线索的血色蝉纹图腾，被赋予操控人心的超自然力量，其来源被设定为天外陨石，与克苏鲁体系中外神的宇宙恐怖形成互文。剧中角色接触蝉纹后产生的精神异化，直接呼应了克苏鲁认知及疯狂的核心恐惧。这种将西方不可名状之物转化为东方神秘符号的手法，展现了制作团队的巧思。在视觉符号层面，碧血蝉将克苏鲁式的畸形生物与诡异场景转化为具有华夏文化基因的视觉表达。剧中蝉蜕诅咒案呈现人体扭曲成蝉蛹的骇人形态，将西方血肉融合的怪物形象转化为东方羽化登仙意象的黑暗变体。这种用传统文化符号解构再生的手法，比直接呈现粘液触手更具文化冲击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剧中的宗教法器异化处理。徐振轩饰演的周怀以道士身份施法驱邪，但法式道具如青铜饕餮文鼎被赋予吞噬符咒的活物特性，传统礼器异化为克苏鲁式的活体神器，颠覆观众对文物的安全认知。这种将日常熟悉之物赋予恐怖属性的手法，正是中式恐怖的典型特征。碧血蝉的创新初步在于，它没有简单套用触手怪物，而是尝试用中式民俗志怪元素作为载体，承载克苏鲁式的不可知论内核。从无蛇嫁衣鬼案到阴庙灭门案，每个单元案件都融入了强烈的中式恐怖氛围，将封建礼教、民间信仰与超自然恐怖结合，让禁忌本身成为恐惧源。融合的钢丝未知恐惧与已知江湖的叙事博弈。传统武侠建立在相对稳定的力量体系、内力、招式、门派和道德框架侠义、恩仇之上，而克苏鲁强调规则的崩坏与理性的无效，两者融合存在天然的叙事张力。这构成了碧血蝉创作过程中最大的挑战。碧血蝉面临的第一个创作难点在于节奏平衡，如何分配诡案调查、悬疑恐怖氛围营造与武侠动作打斗、揭秘的戏份，避免恐怖流于故弄玄虚，
或武侠动作打断恐惧累积。这需要导演潘安子曾执导《显微镜下的大明》在叙事节奏上做出精准把控。从制作团队披露的信息看，该剧采用虚拟制片技术及实景拍摄。云南香格里拉拍摄地海拔超3000米，剧组成员面临高原反应风险。这种对自然景观与悬疑氛围结合的追求，暗示了团队对视觉质感的重视。但视觉冲击能否转化为叙事张力，仍需观察。力量体系的融合是另一个关键问题。当角色面对不可名状之物时，武功的价值何在？是彻底无力沦为绝望，还是能发展出基于东方哲学如心性、因果的独特对抗方式？这决定了故事的最终走向是悲剧还是另类英雄主义。碧血蝉似乎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剧中主角杨无坚侯名皓世，身负血亏正宿命，生命进入42岁倒计时。红衣易容的疯批表象下，藏着对阳光的极致渴望。这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挣扎，将克苏鲁的绝望感升华为带有武侠精神的悲剧美学。当三大主角发现自己仅是棋局中的棋子时，其世界观崩塌的过程神似洛夫克拉夫特笔下调查员接触真相后的精神崩溃。主角定位同样考验编剧三弦天之下原著作者的功力。探案者或侠客在逐步接近真相、直面疯狂的过程中，其心智变化曲线如何设计？这关乎角色的深度与观众的代入感。侯明昊饰演的杨无坚被描述为亦正亦邪，疯批又深情，精通易容、缩骨之术，可无缝切换男女身份。这种复杂人设为角色弧光提供了空间，但也增加了表演难度。成功的融合不是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在叙事底层进行逻辑重构，找到两者共通的哲学接口。碧血蝉似乎试图在天道、禁忌、人性极限等主题上寻找共通点。克苏鲁神话中人类面对宇宙的渺小感，在剧中转化为江湖人对宿命的反抗与妥协。这种转化是否自然流畅，将直接影响剧集的叙事深度。市场境界与前景展望，碧血蝉可能走向何方？在评估碧血蝉的市场前景时，同类题材的表现提供了重要参照。2026年开年播出的《唐宫奇案》以破纪录的收视数据和撕裂的舆论口碑，成为最富争议的古装悬疑剧。该剧开播73小时，优酷站内热度破万，刷新近2年古装剧破万速度纪录。央视首播峰值达，登顶同时段收视榜首。然而，与高收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唐宫奇案》遭遇了观众大规模的抵制声浪。观众们对白鹿演技的质疑主要集中在台词表现中气不足、吐字沾糊，表情演绎僵硬单一，打戏部分全是慢动作。更关键的是，剧情被指为了反转而反转，逻辑全无。作为古装悬疑剧，其悬疑感几乎为零。这一案例揭示了古装探案剧在融合超自然元素时的常见陷阱。是成功营造了中式诡异氛围，还是最终落回人为阴谋的窠臼？唐宫奇案的失败在于，他打着探案的旗号，最后却还是落到儿女情长里去了。推理逻辑太敷衍，人设也不接地气。碧血蝉的潜在优势在于，它拥有豆瓣高分原著《青石记》后更名为《碧血蝉》的故事基底。原著在豆瓣阅读连载，阅读量近40万，入选年度榜单，为剧集提供了扎实的叙事框架。同时，电影及制作带来的视听质感保障，可能在完成度上更胜一筹。从市场接受度来看，碧血蝉面临多重因素交织的复杂局面。利好因素包括观众对古装剧类型创新的渴求，2025年古装剧已通过题材跨界、文化深耕与人物重塑，系统性回应同质化困局，形成多元复苏态势。悬疑、志怪题材的持续热度也为该剧提供了市场基础。
风险挑战同样不容忽视。克苏鲁概念本身具有观影门槛，普通观众可能难以理解其哲学内核。过于晦涩或压抑的叙事可能影响主流观众的追剧体验。如何平衡艺术表达与商业回报成为关键问题。审核层面的考量也可能对剧集的最终呈现产生影响。基于现有信息推测，《碧血蝉》更可能成为一部在核心圈层内获得高度赞誉、引发深度讨论的标杆式作品。其成功与否将直接影响此类题材未来的开发信心与方向。如果能够成功实现中式克苏鲁武侠的类型突破，它有望像《莲花楼》那样成为现象级作品。如果融合生硬或叙事失衡，则可能重蹈《唐宫奇案》的覆辙，一场关于类型边界的思想实验。碧血蝉的尝试本质是一场在武侠类型框架内引入更高阶哲学恐怖的思想实验与美学探索。其价值不仅在于剧集本身成败，更在于拓展了华语古装剧的想象边界。当侯明昊身着红衣戏服，在云南高原的实景中演绎那个身负血盔正宿命、红衣易容的疯批道长杨无坚时，他不仅是在扮演一个角色，更是在参与一场关于类型融合的先锋实验。从2025年11月27日横店开机，到2026年3月20日在云南完成拍摄，114天的拍摄周期见证了这场实验的艰辛与执着。碧血蝉的制作团队似乎意识到了这种融合的难度，他们选择用8大奇案的单元结构来平衡叙事节奏，每个案件既独立成章，又通过核心线索碧血蝉性物语背后的长生阴谋环环相扣。这种结构既保证了追剧的节奏感和悬念感，又为克苏鲁式恐怖的逐步渗透提供了空间。最终碧血蝉能否成功，取决于它能否在未知恐惧与已知江湖之间找到那个微妙的平衡点。它需要让观众在熟悉的武侠框架中感受到陌生的恐怖体验，在东方美学的视觉呈现中体会到西方哲学的思想冲击。这是一场高难度的走钢丝表演，但正是这种高风险赋予了它独特的魅力。你期待在武侠剧中看到克苏鲁式的恐怖元素吗？你认为这种混搭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世界观融合、叙事节奏，还是观众的接受度？